大家好，我是呕心沥血要让你搞懂唱歌这件事的 Leo 老师。那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2集。那在上一集当中，我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课纲，让想把唱歌变得更专业的你呢，有个清楚的学习的方向。那这个课纲里面呢，一共有3个维度，9个项目需要去练习。那么经过大家的反馈，我们今天会从发声技术这个维度开始往下去走这个课程啊。那就废话不多说啦 ，Let's start to practice。在发声技术这个维度里面呢，我们所需要训练的其实是我们的大脑以及我们的身体去控制音高、音量以及音色的能力，它属于一种体力活。所以说，发声练习可以说是一个从嘴唇开始一路到我们膈肌的一个运动的行为。那不同的行为呢，它都会应对了一个不同的控制能力。那我们在唱歌的时候所需要的控制能力，就是音高的控制能力、音量的控制能力以及音色的控制能力。所以在这个维度里面呢，我们会一个项目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带大家去做练习。那今天呢，我们要从音高的控制能力开始带大家进入练习。那么呢，在上一集的课纲当中呢，我们已经有说过，音高的控制呢，所说的就是透过怎么样的行为，使得我们的音变得高跟低。音高的控制会由声带所振动的速度来决定，声带振动的速度越快，所执行出的音就越高；反之，声带振动的速度越慢，所执行出来的音高就会越低。而声带的振动速度呢，会有2个因素来决定。第一个是呼气的力量，在相同的声带形态状况下呢，呼气的力量越大，声带所振动的速度就会越快。就是好比，当我们分别用5级阵风跟10级阵风吹同一面旗子，用5级阵风所吹动的旗子就会飘得比10级阵风所吹动的旗子来得慢。所以风力越大，声带拍打的就会越快，音就会越高。这是其中一种改变音高的方式。第2种方式就是改变声带的厚薄，在相同的呼气力量情况底下，声带的形态越薄越轻，声带振动的速度也就会越快。这就好比，当我们分别用10级阵风来吹一个棉布的旗子跟蚕丝做的旗子，用棉布做的旗子呢，就会飘得比蚕丝做的来得慢。控制呼气的力量要动用到的肌肉主要包括膈肌跟我们的肋间肌，而能够让声带变薄变轻的肌肉主要透过喉内肌里面的环甲肌拉伸我们的声带，使得声带变轻变薄。所以符合物理原则的控制音高方式，就会是由我们的膈肌、肋间肌以及环甲肌合作协力完成。膈肌跟肋间肌的发力呢，会形成我们呼气的力量。那这个呼气的力量呢越大，我们空气流出去的速度就越快，反之就会越慢。那环甲肌的发力呢，会完成我们声带拉伸的力量。那拉伸的力量越大呢，声带张力就越大，声带就越薄。那反之呢，声带就越厚。那么音高的控制呢，就必须在这2股力量之间呢合作协同完成。那任何其他的力量形成了对于这个音高控制的主导，我们都称之为对于音高控制的代偿行为，就会脱离了符合物理原则的音高控制行为。那复习完理论之后呢，我们第一个要训练的呢，就是呼气的力量。任何力量的训练都是一个行为上的训练，这件事情同学一定要牢记在脑子里面。如果说你是很容易分心、专注力不够的同学，你不妨拿出一张纸，把这句话写在你的面前，看着它。任何行为的训练呢，我们都会把它分成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先辨识出我们到底要训练的那个行为是什么行为。第2个阶段呢，才会开始训练它的灵活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透过一些引导，让我们能够清楚地辨识出我们呼气力量的来源到底是来自于哪里。第一种能够帮助我们辨识出呼气力量来源的引导呢，就是一个鼓脸颊的行为，像这样啊。我们要辨识出身体呼气力量的来源，我们就要给予这股力量呢一定的阻力。那这次呢，我们是用嘴唇来做这个阻力的那我们在呼气的同时呢，紧闭住嘴唇，使得我们的两颊会鼓起，像这样。那么你呼气的力量如果越大，你就会发现你的脸颊会越蓬，像如果越小的话呢，它就比较不会那么蓬。那个胀感会稍微降低一些些。那不知道在这个时候，你来回去试试看，小的、大的，小的、大的。
能不能感受得到你的呼气的力量的来源似乎在你的肩线以下？更具体的说，是不是就是在这个肋骨间这个凹槽的这个位置呢？好，那我们再来感受一下，我们在呼气力量比较小跟比较大之间呢来回走动，小的、大的。好，如果这个引导呢没有办法让你感受到呼气力量的来源的话，没关系，我们还有下一个引导的方式，让你来辨识出呼气力量的来源。那第二种呢，让你感受到呼气力量来源的方式呢，我们需要一个小道具，就是一个正常大小的气球。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一口气哦，记得是一口气一次性的把这个气球给吹大。怎么吸气其实不是很重要，重点在呼气的力量来源有没有被我们辨识出来。记得哦，是一口气一次性的吹打，千万不要分次间歇的发力，像这样。这样呼气力量的来源呢，就会有点不是那么的清晰。记得要一口气的完成它。好，如果你可以做到一口气的完成，把这个气球吹起来的话，那你应该就可以感受得到呼气力量的发源点了。那如果你做不到一口气把这个气球给吹大的话，可能是你呼气的力量不够大，或者是这个气球的阻力太大了。没有关系哦，你可以先稍微将它拉一拉，让它松解一下。然后接下来呢，记得我们发力的感觉呢要集中，所以我们肩线以上呢都不要发力，然后我们的面部呢要无表情的来再吹一次，应该就可以吹得起来了。好，如果这个引导你去感受到呼气力量来源的方式没有办法奏效的话，没关系，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让你能够辨识出它的方法。那第三种引导我们辨识出呼气力量来源的方式呢，我们需要一个水杯，稍微高一点的水杯跟一根管子，吸管也可以。然后最好呢是有个盖子的，因为待会我们会往这里面吹泡泡，然后水可能就会溅出来。那水要装多深呢？深度大概是管子可以插到水面下5到6公分的深度，那这样就 OK 了。那接下来呢，记得不要把管子堵住哦，不要一直抵着这个底部，然后让它还是有一点点空间，可是要保持5到6公分哦。接着往里面吹泡泡，像这样。那么发力感呢，最强烈的就会在你吹出泡泡的那一下。好，应该就可以感觉到我们呼气力量的来源呢，来自于我们肋骨间这个凹槽之处啦。以上3种模式呢，我们所感受到的就是我们身体呼气时候发力的运动的轨迹。那这个运动的轨迹呢，也就是一般俗称的丹田发力。那么在辨识出呼气力量的来源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段落要开始训练这个力气的灵活度，也就是要让呼气的力量能够在小力跟大力、大力跟小力之间顺畅的做切换。那开始训练灵活度之前呢，我们先介绍一下以后时不时会用到的练习的 log 表。那练习 log 表呢，是用来记录我们每一个阶段练习时的一些进程或者是变化哦。那今天的 log 表呢，在最上方标示的就是我们这次练习的目的，然后再来就是左边呢，你会看到日期，然后接着是练习的模式，我们今天一共有3个练习的模式哦。然后接着是目标速度，那速度的部分呢，我们待会会在练习细节的时候再来说明哦。然后再来就是成效啦。那今天的练习成效取决于速度，所以之后我们记录一下呢，我们是比设定的速度快或者是慢，过快过慢都是不达标的。那么第一个呢，帮助我们提升我们呼气力量灵活度的练习呢，就是跳跃式的吹泡泡。我们一样用刚刚用过的水杯，维持这个吸管呢在水面下5到6公分的深度，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跳跃式的来吹它，像这样啊。
那之后呢，我们拿出我们的手机，下载一个免费的这种节拍器 APP 啊，让我们把速度调到50，然后先从比较慢的速度开始啊。接下来干嘛呢？我们就开始4拍来练习了。每一拍呢，我们会跳跃一次，像这样啊，2、3、4。那每一个小节呢，我们都可以换气，就是吹4下，我们就可以换一口气，然后维持8个小节1个循环，然后这样的循环呢，我们总共做5个循环。我们的终极目标呢是40 BPM 跟100 BPM 之间的速度呢，我们都能够轻松的跟得上。那今天呢，我们先从50 BPM 开始练习，千万不要以为速度越慢越容易哦。我们的呼气力量的灵活度要体现在速度改变，我们还是可以怡然自如的去应对。那我们开始今天的练习吧，预备，我们开始。好，这样子是一个循环。那我们休息一下，然后稍微深呼吸一下，我们再来继续往下做。2、3、4。好，第2个循环完成了，我们一样休息一下下，再呼吸一下。那我们再准备2、3，走。好，第3轮我们结束了，那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下。OK， 那我们再来准备1、2、3，走。好，第4轮结束了，那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呼吸一下。1、2、3，走。
好，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5个循环了。5个循环做完之后呢，不要忘记拿出你的练习 log 表，记录一下你刚刚的练习呢是过快还是过慢，还是你做的其实跟我们刚设定的50 ppm 是一致的哦。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下一个练习了。好，第2个练习呢，帮助我们提升我们呼气力量的灵活度呢，我们一样用刚刚的水杯，可是这次呢，我们要往里面吹泡泡的方法有点变化，我们要连续着递增递减的来吹它，像是这样子啊。像是在吹一个波浪，有没有？好，那接下来一样，我们拿出我们的节拍器，设定在50 ppm， 然后我们一样是4次拍，8个小节一个循环，然后每1个小节之后呢，可以换气。那完成1个循环之后呢，我们就休息一下下，再做下一个循环。那这个练习呢，我们要做5个循环。我们的终极目标呢是40到100之间的 BPM， 我们都能够轻松的跟得上。那开始我们今天练习吧。好，准备开始。好，我们可以休息一下，然后稍微呼吸一下，我们再来第2个轮回。1、2，准备开始。好，第2个轮回结束，休息一下。那我们准备一下第3个轮回咯。1、2、3，走。好，我们休息一下，那我们再下一个轮回咯。3、4，休息。好，准备 and ready and go。好，休息一下，再来最后一次，我们就结束我们的5个循环了。1、2 ，ready and go。
OK，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次的5个轮回啦。好，练习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在我们的练习 log 表上面记录一下我们练习的成效。你做的呢是过快、过慢，还是跟我们所设定的速度是一致的？然后记录完之后，我们就往第3个练习来前进喽。好，完成了前面2个练习之后呢，接下来第3个练习我们要把难度稍微的提高了。我们拿回到刚刚用过的这个气球，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回的让这个气球变大再变小，大概看起来就像这样子哦，看一下。好，很多人啊，看到这个气球变小的这个过程，会以为我是用吸回来的，其实并不是，我只是将我这个呼气的力量呢，慢慢的从大变小，这个空气就自然而然就会回到我的肺部了。所以你不只要能够控制呼出去的这个力道，还要慢慢的降低它，让气球能够逐渐的变小。因为待会一样，我们要跟着节拍器来用它来打拍子，所以你要能够控制这个变大以及变小的这个速度。如果你是用吸的想法来让它变小的话，你会看到变这样子哦。这是不对的。那我们看到的画面应该会是这个。那么一开始呢，如果掌握不好这个大小的控制呢，你可以先怎么做呢？先把这气球吹到比较大。的大小，再开始来回。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气球已经变大啦，所以气球里面的空气回送到肺部的这个力气啊，就会比较弱一点点，会让控制呼气力量比较差的同学呢，比较容易的就能够做到。接下来呢，一样拿出我们的节拍器，设定在50 BPM。那待会呢，一样我们是4拍，8个小节一个循环，然后总共5个循环。那每个循环中间可以做休息哦。那接下来我们开始我们的练习吧。好，我们准备开始喽，2、3，好，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换一口气，让我们再来一遍。1、2、1。好，第2个轮回完成啦，喘一口气，我们再来一遍，3、4，1、2、3，走。
其实蛮累的。4，休息一下，我们再来一遍第3 round。休息一下，我们准备再来一遍。好，那我们这个练习的终极目标呢，一样是40到100 BPM 之间的任何速度，我们都要能够轻松的跟得上啊。然后练习完之后，回到 log 表记录一下你刚刚练习的成果，是过快、过慢，还是你的速度是跟我们所设定的50 BPM 是一致的呢？任何关于呼气力量灵活度的训练，我们都是以速度为这个目标。我们今天用的3个练习都要达到这个速度，过快或是过慢呢，都是所谓的未达标。所以呢，假设今天我们设定不是50 BPM 吗？那3个练习都要能够在5个循环当中跟上这个50 BPM。如果过快的话，那就代表这个练习是不 OK 的，还要再练习。那如果说过慢的话，也是不 OK 的哦，记得还要再去练习。所以直到3个练习都能够稳定的在50 BPM， 并且持续的做了5个循环，那就达标了。那么3个练习都达标了之后呢，我们再重新设定下一个速度，比如说可能60、70或者80，以此类推，去完成40到100这个区间所有的速度。以上的6个练习就是帮助我们辨识出我们呼气力量的来源，并且让我们呼气力量呢有一个灵活度的调整。虽然你有可能在刚刚灵活度调整那边并没有跟上速度，可能是过快或者是过慢等等的，那可以回去再练。但如果呢3个练习你都有做完5个循环，那就算未达标也没有关系。你现在其实已经算是激活了那个呼气的力量。你再回去选一首你之前唱起来会觉得有点高的歌，你再唱唱看，你应该就会发现体感上面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我是有心力写要让你搞懂唱歌这件事的 Leo 老师。我们今天的课程呢，终于从这个发声技术这个维度开始讲解了，然后也完成了音高控制里面的其中一半，也就是呼气力量的训练。那这件事情很重要哦，它是为了我们下一集环甲基的辨识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打底哦。千万不要想说今天的练习全部都没有发出声音，那有什么用呢？其实就我20年的教学经验来看的话，很多人其实都败在这个呼气力道的辨识以及灵活度上面。今天所说到的练习其实在音高控制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拥有一个灵活的呼气力量的控制，才能在未来呢环甲基加入到音高控制的阵容的时候呢，实践出一个呼气的力道以及环甲基拉伸声带之间的一个协作的关系。下一集我们就要开始练习辨识环甲基的发力咯。好，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不要忘记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把今天影片分享出去。如果你对于你自己唱歌还有很多问题的话，你可以在留言区留下你的问题，我都会来回答你哦。